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今天我们来做面包房里非常火爆的一款面包——丹麦手撕包。酥脆的表皮，层次分明和松软的质地，组织细腻的好像蛋糕一样。浓郁的奶香和黄油香味，一片片这么撕着吃，不知不觉的就吃掉大半个了。丹麦手撕包的做法比可颂要来得简单，只需要进行2次的折叠，而可颂一般都会进行3次。我们先来做面团，搅拌盆里先分别加入各种干性材料，然后再加入湿性材料。如果没有奶粉的话，可以加入130克冰牛奶代替奶粉和水。这个面团我们需要加入稍多一点的酵母，因为之后面团会加入黄油片来分层，油脂会阻碍酵母的活性。加入炼乳的面团会让面包口感更好，组织更加的细腻。先低速搅拌2分钟。由于不同地区、不同品牌的面粉吸水性都很不一样，建议大家根据自家面粉的情况适量的增减水的分量。这个面团比较湿软，但是不粘底，成团后就调成中速，继续搅拌。大约搅拌了8分钟左右，面团已经形成了粗膜，慢慢拉开会有一定的筋度，但继续拉开就会出现破洞。这时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，中速搅拌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黄油和面团容易粘在盆底和盆壁上，需要不时的用刮刀刮干净。再继续搅拌，揉了8分钟左右，面团变得十分光滑和有延展性。取一小块做个手套膜测试，向四周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，不用手指捅破，不会轻易的拉破。捅破的话，洞的边缘也基本都是光滑的。一个揉好的面团，搅拌盆应该是干净的，手上也不会沾上面团，面团表面也是非常光滑的。把面团放在保鲜膜上，按扁，包好，放入冰箱里冷冻30分钟。我们来做黄油片，买不到片状黄油，就需要自己做一张黄油片。黄油的含量应该是面粉含量的35%到40%之间。用油纸折成一张大小16厘米的正方形。冰箱里取出的黄油比较硬，容易切成片，切6片厚度大约4毫米的。擀成一张平整无缝隙的黄油片。放入冰箱冷藏备用。现在开始做面团的开酥部分，这个过程英文叫 lamination。 由于黄油在室温高的环境下容易软化，所以开酥时温度最好控制在22度以下。垫子上撒少量的面粉，面团轻轻按压一下，然后擀开。如感觉面团容易回缩的话，就放回冰箱里再松弛长一点的时间，擀成一个比黄油片长1倍的面皮，大约16厘米乘32厘米。放入黄油片，两边向中间折叠，把黄油包裹起来，捏紧封口，朝着2头开口的方向继续擀开。如果面团有些小气泡，就用牙签戳破。长度擀成大约50厘米左右，头尾2侧没有包上黄油的部分可以切去，以免影响开酥。扫去多余的面粉。现在我们来进行第一次的3折4层，一侧折到3/4的位置，另一侧折过来，头尾对齐分好，然后再对折。这种折法英文叫 book fold。这个丹麦手撕包需要进行2次这样的折叠开酥法。用保鲜膜包裹好，放入冰箱冷冻20分钟。我们现在来进行第2次的折叠，做法和第1次相同，撒上一点面粉，朝着2边开口的方向轻轻按压一下，千万不能太用力，以免黄油被压断，造成起酥不均匀。
擀好的面团长度大约38厘米，宽度16厘米左右，扫去多余的面粉，进行3折。用保鲜膜包裹好，再放入冰箱冷冻20分钟。今天会用到2个6寸的圆形模具，是不是活底都无所谓。用一小块黄油涂抹底部和四周防粘，也可以用油喷雾。面团再取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整形了。撒少量的面粉，朝着两边开口的方向轻轻压一下面团，擀成宽度12厘米左右的长方形。为了让切割的时候更加整齐，我们可以包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里冷冻10分钟再取出。切成4个长条，切去头尾。现在的长度大约为26厘米，正好适合放入6寸的圆形模具里。厚度1.2厘米，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分层。来做2个不同的造型。面团摆放的时候，中间留一点空间，可以防止面团发酵时膨胀互相挤压。多余的边角料我们也可以充分利用起来，放在一个4寸的圆模里，把模具放在一个大烤盘上，防止黄油漏出来滴在烤箱里会很难清洗。由于这个面团有大量的黄油，所以发酵温度应该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，湿度60%，家里室温大约20多度。烤箱里我放了1碗热水，不需要喷水，也不需要开启烤箱，直接放进烤箱里进行发酵。大约2个小时左右，面团已经明显的发大，填满了整个模具，表面涂上薄薄的一层全蛋液。预热烤箱至165度，放入烤箱中下层，先烤23分钟，然后调至190度再烤3分钟，让表面上色。取出后涂上一层光亮的糖水。糖水的制作很简单，20克糖和15克水混合加热融化后放凉即可。脱模放在架子上放凉，看一下面包表面、底部和四周的上色都非常的均匀，表皮酥脆掉渣，内部质地松软，一片一片这么数着吃，特别的过瘾。近一点看，面包的组织细腻到好像蛋糕一样，带着浓郁的奶香味。大家喜欢的话，不妨在家做完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